係嗰網友呢條片講咩呢？嗱，呢啲係悶少少，但係就我係引以為傲嘅嘢，因為呢，我一睇一個問題呢，我就知道需要了解啲乜嘢嘢啊！呢個就係有啲乜嘢 data factor，其實唔難揾嘅。但係呢，你如果係靠傳統嘅傳媒呢，美國嘅傳媒呢，有時有呢啲數據。但係佢有時唔係好知道我哋嘅心態，我想知道乜嘢。咁就同埋呢，至於自媒體呢，係冇人做呢啲咁樣嘅分析，等你有個 clear 嘅 picture 嘅。嗱，呢條片係講乜嘢呢？就係講稀土嘅問題。大家知道呢，中國有乜嘢係完全要靠外國嘅呢？有呢一個食物啊。有億幾噸，有呢一個汽油，有呢個石油，就有呢一個係高科技產品，尤其是半導體啊，高端嘅半導體。然後就有呢個一啲高端嘅物料同埋啲醫療機構機器，全部靠輸入嘅。而外國靠中國嘅呢，即係一樣嘅，就係稀土同埋一啲礦物產品，一啲獨特嘅礦物產品。咁喺第一次呢個中美貿易戰嗰陣時啊，嗰啲國師啊話呢個咧係絕技嚟嘅，我哋碾死呢一個美國咁樣。咁而家咧，我哋睇下個稀土整體嘅形勢係點啊？今次咧，我係加咗一啲世界上對稀土嘅需求，就同埋嗰個廢料維修嘅資料。其他咧係根據中國科學院嘅報告，中國好快就會喪失咗對稀土嘅控制權。呢個就係邊個念念在思嘅嘢嚟嘅 Donald Trump。所以咧，其實咧就係所以要搞格陵蘭就話佢有稀土啦，烏克蘭就話有稀土啦。而家嘅供應表係冇烏克蘭嘅，格陵蘭有少少。咁就係呢一個加拿大原來有好多喎，得罪咗加拿大，我唔知係點解呢個其實係好啦。嗱，好多人買嘅呢啲現金券，我話俾你，買完再買嘢係咪好抵呢？冇理由唔買個現金券先嘅喎，係用到出年3月31號買3000蚊，俾個太陽眼鏡嚟 Maserati 嘅，呢個好名貴嘅，好靚嘅呢個係，有幾種款揀啊 ，Form Bio 護眼素。個個都需要噶啦，水牛城雞翼一包3000蚊，5000蚊呢有太陽眼鏡、老肖樂呢個補腦，呢個鵝潤腸喎，水牛城雞翼一包喎過去10年全球嘅稀土需求穩步上升嘅，中國呢個嗰時係鄧小平話噶啦，我哋有稀土，咁一路咧就攞稀土嚟講。大約喺2010年初，全球需要幾多呢？10萬噸稀土氧化物，呢個係提煉前嘅。隨着新能源車、風電、電子產品嘅快速發展咧，到而家咧大概係20萬噸度。你係用咗10年咧，就係 double 咗。稀土係要嚟做咩呢？嗰啲稀土咧係有一系列嘅金屬喺度。嗰啲稀有嘅，即係極少有金屬。佢其實喺製造啲產品嗰時咧，佢溝一啲某種嘅稀土落去，就會等佢嘅性能好啲嘅。嗱，我講下，中國唔止喺呢啲稀土，有啲唔屬於稀土嘅嘢咧，中國都係佔咗世界主要嘅供應嘅。呢個磁鐵呢一個係鎢同埋石墨提煉石墨。未來20年咧，全球電氣化同綠色能源轉化咧，估計2030年全球25萬噸，2040年30萬噸或者更加高。我哋睇呢個表下，如果繼續而家嘅增長咧，估計就大概30萬噸。但係呢一個係全球，如果加埋鋁鐵礦嘅磁體需求，呢個咧就可以去到50幾萬噸。呢一個鋁鐵硼係你知道，即係咧你點樣可以做啲個磁體唔會衰退啊？
磁體唔會衰退，愛嚟做摩打咧係非常之重要啊！我最記得係早1年前啊 F-35發現佢啲嘢咧唔可以由大陸嚟嘅，結果個磁鐵都係由大陸嚟嘅。大陸係有控制壟斷性地位嘅。中國科學院嘅對中國稀土發表研究，預測全球稀土市場嘅主導地位逐步削弱。首先由中國背景嘅機構承擔，明顯佢控制唔到。我最後講佢嘅兩難式研究方法，基於代理嘅建模 （agent-based modeling）， 模擬2025至2024年全球採礦行為同埋產業需求，作一個複雜嘅計算。嗰個增長邊個國家有啲咩政策，邊個礦提煉，所有嘅 data 掟來做一套模型嚟到推算，涵蓋1000個稀土礦同144個可行礦場，歷史數據驗證好可信，好可信。嗱，加又第二樣嘢嚟㗎嚇，呢啲到第3代半導體㗎，中國主導，而家主導62%，已經跌咗好多。中國本來主導到90%，我解釋俾你聽個兩難式。2035年10年內跌到28%， 2040年23%，完全喪失主導地位。雖然中國擁有全球60%以上嘅稀土主礦，90%嘅加工能力，隨着他國快速崛起，主導地位可能不保。但我首先解釋俾大家聽先。中國有好多嘅稀土儲存，但係稀土儲存咧，本來啊就係美國德州嗰度咧係領先，但係咧環保咧就係、你知稀土咩叫稀土啊？一噸泥入邊咧好少，你要掘好多泥出嚟，呢個對環保造成極大嘅挑戰。而且咧外國咧，你攞完礦咧，要你回填嗰啲泥嘅，回填要種翻樹嘅。個成本咧就好貴，中國唔理噶嘛。咁尤其是喺內蒙古更加可以亂搞啦咁樣。咁所以中國嘅稀土咧就好平嘅，中國稀土平。而提煉稀土咧，因為就近提煉，中國咧就喺因為有稀土礦咁就提煉。提煉嘅技術咧，中國係做得唔錯嘅，所以咧係領先，因為佢做咗咁多年啊嘛，佢集中喺佢度。咁於是外國攞到啲稀土咧，都要交俾中國提煉。所以60%嘅稀土，90%嘅加工能力，但係呢啲嘢冇秘密嘅，其實至多個提煉出嚟咧，會慢少少啊，或者個成分差少少啊咁樣，唔係困難嘅。人哋只要 overcome 到環保嗰個 mentality 咧，喺呢個提煉廠咧係2-3年嘅時候，所以要害咧就係個稀土個加工咧隨時得。好啦，我講中國嘅困難啊。中國如果要保持而家嗰個世界領導地位就點啊？大量出產、大量出口、平價傾銷，懟冧你哋嗰啲稀土 production， 係咪？但係咧咁樣做咧，你固然係壟斷咗稀土啦。第一，你就唔好賺啦；第二，你冇咗 bargaining power， 即係人哋點樣對你，你都係繼續大量出口，咁即係稀土變咗唔係呢個籌碼咯。稀土作為籌碼，一定要限制出口咯。一限制出口咧，人哋咪自己做咯。經過限制出口之後咧，你一陣我講俾你睇下日本係點。2010年限制稀土對日本出口，大家睇下個結果係點嚇。好啦，咁就係點咧？就係你一限制出口，人哋驚喎，於是咧佢哋就自己去起啦。如果你而家平價將啲稀土大量出口咧，佢收你入口稅，佢收你關稅。所以咧，中國嘅稀土咧係無可避免地衰落㗎啦。而且科技嘅進步咧，會用少咗喎稀土係，因為咧佢係即係嗰個 compound 入邊咧可以減少咗使用嘅。好啦，嗱，2023年稀土開採而家係63%，估計到2023年
2030年咧剩翻54%，一半到。加工92%， 2023年跌落去76%。真係只要嗰笪地方唔係啲環保條例好犀利，開呢個提煉廠、加工廠咧，唔係咁困難嘅。嗱，大家睇下嚇，而家2023年中國63%，全世界37%、92%、8%，就係到咗2030年啫，5年後啫，呢個2023年啦。因為人哋提防緊你啊嘛，就變咗54比46咯。呢個開採提煉變咗26比24咯。呢個就係好啦，我哋睇下而家個分佈係咁，全球稀土金屬嘅產量，呢個係講產量，中國24萬噸，世界第一。第二美國呢一個24萬43萬噸，唔係24萬噸，4萬幾噸，40幾萬噸，4萬幾噸，萬幾噸呢個中國係佔咗63%，呢個就係好啦。全球稀土礦喺邊度咧？而家知道嘅礦最犀利就係呢個白雲鄂博，有7億噸，有7億噸。第二就係 Strange Lake 喺加拿大喎，喺加拿大兩個礦好大喎，呢兩個礦大過佢喎。然後落嚟就係澳洲，澳洲呢一個中國、美國，呢個美國以前最犀利嘅礦，呢一個係南非呢啲地方各國稀土氧化物嘅產量。而家嘅產量，中國喺呢度，美國喺呢度，澳洲呢啲地方喺呢度，個含量咧就睇綠色呢邊啦，就唔係差咁遠嘅啫。呢個就係呢個唔係差咁遠嘅啫。呢個係產量，呢個係產量，呢個就係中國稀土活躍嘅成分。紅色就係最犀利，開得最犀利嘅地方。咦？呢度沿岸有稀土喎。呢個廣西、廣東、福建，呢一個係東北興安嶺。呢個就係世界上最大嗰個白雲鄂博稀土大呢一度，同埋呢一個係南秦嶺，呢一個係湖南。其實主要呢啲地方，好啦，2040年就會變成點呢？大家睇下。佢 project 出嚟，中國剩翻23%，已經失晒控制能力。點解呢？俄羅斯16%，俄羅斯用唔到嘅，要賣嘅。北美15%，主要喺加拿大。南美13%，呢度已經多過你29%。澳洲又係呢一個美國嘅勢力範圍10%，淨係北美同澳洲。加埋南美咧，就已經去咗38%。其他地方亞洲其他地方又有15%。印尼係好多嘅，歐洲得2%，非洲6%，就係咁樣樣。嗰個藍圖咧就即係咧喺呢個英語控制嘅地方咧係好多嘅，唔計巴西都已經足夠用有突嘅，呢個就係。全球根據上頁整理而成，23、16，北美15，亞洲15，南美13，澳洲10，非洲6，即係咁樣。全球稀土嘅產量同埋礦呢個就係咁樣。2024年就係咁樣嘅。大家睇見中國佔咗27萬噸，呢個世界第一。然後美國4萬幾噸，澳洲萬幾噸，呢個緬甸有3萬幾噸喎。而家目前嘅產量，尼日利亞呢一個係坦桑尼亞，唔係坦桑尼亞喎，泰國咁樣加埋晒就咁。reserve 咧就唔係 reserve 咧就係呢個係9000萬噸，呢個係。9000萬噸最多喺邊度咧？中國44，中國佔咗44。
第二多就巴西，然後澳洲，然後就係俄國、尼日利亞、俄國、坦桑尼亞。咦唔係喎，越南好多喎，越南有300幾萬噸喎，越南有300幾萬噸。而家仲要喺邊度攞緊呢？好啦，呢個犀利喎，南非嗱呢個礦含量好犀利啊！我去研究，我哋開過鋁礦啊嘛，我開過鋁礦，開過銅礦，礦含量14.36係好高咯，稀土氧化物南非、坦桑尼亞佔全球嘅比例，估得計2040年6%，主要就係呢個礦，就係喺坦桑尼亞，喺南非坦桑尼亞礦呢個礦，但係呢啲地方咧成個內戰嘅，好 Q 麻煩。非洲嘅稀土礦咧就咁，南非有100萬噸，坦桑尼亞主要呢兩笪地方89萬噸，其他唔重要。南美洲咧就係呢一個 Sierra Verde 喺亞馬遜地區，重稀土好似霜，預測可以供應全球13%，但呢啲地方咧會同嗰啲原居民衝突喎，同埋要保護嗰個北亞馬遜森林喎。澳洲 Mount Weld 喺呢度，喺呢度，西澳洲，鋁含量純度高達99%。嗱呢個就係做嗰個磁石嘅。Olympic Dam 副產物有銅同埋鈾喺呢度，正同美國盟國建立精煉聯盟，喺邊度起個加工廠，繞開供應鏈，未來好多由澳洲嚟嘅。好啦，歐盟就咁啦。歐盟咧就係估計呢一個係確保40%嘅稀土需求，佢得2% 礦啫。佢稀土需求咧本地提煉估計，咁樣2030年前本土加工，唔再喺大陸加工，45%。永久磁鐵20幾%，永久磁鐵好重要，永久磁鐵。瑞典 Elkem宣布啟動呢個處理廠啊！嗱，呢啲咧就來自呢個處理廠。呢個廠喺2029-2030年啟動，8億瑞士克朗，即係8億港紙，7億港紙到啦。提煉稀土濃縮物，佢係攞呢個 Pedra 礦床，有170萬噸，係歐洲最大嘅稀土資源，可以供應18%，淨係呢個廠瑞典。好啦，潛在嘅變數仲有深海底稀土替代材料，唔使用稀土，大家不停喺度諗緊點樣用少一啲稀土，因為咧就係會平咗好多嘛，更加環保嘅提煉方法。政治環境風險，出口禁令啦，中國嘅商啦，關稅啦，地緣不穩啦，譬如喺坦桑尼亞好擔心，喺馬里啊咁樣。非洲礦產成日含有好多嘅放射性元素，好似土，處理污染成本好高嘅，呢個就係好啦。呢個中科院認為一定要強化國內嘅勘探同開採，唔好靠單一地區，增加供應來源，同緬甸、越南合作，然後拓展非洲同南美洲資源聯盟。喂，想整一個 OPEC 出嚟控制個價錢唔得啊嘛，有加拿大、澳洲啊嘛。強化戰略儲備系統，儲備啲稀土，價格震盪同供應嘅緩衝機制，即係點啊？呢啲嘢咧成日大升大跌嘅，跌嗰陣時咧砸俾佢，貴嗰陣時咧賣出嚟。佢呢個係好似想整 The Bears 咁樣喎，控制唔到。即使加埋緬甸同越南都控制唔到。人哋不停喺度增加，你一平嗰時咧，人哋加你關稅，市場出現供應中斷、價格劇烈變動嗰時咧，透過儲備釋放穩定，將個價錢穩定落嚟，呢個就係好啦。2025年1月，中國地質調查局喺雲南發現最大嘅中重稀土礦床，你估到嘅雲南115萬噸。譬如呢個鄴釙呢個鋁
箱深超過47萬噸，呢個可能穩固中國喺呢個唔係咁嘅問題，呢個唔係中國有幾多礦產開採幾多個問題，係你係咪大量去 flood 個世界 market？ 如果你決定大量減價 flood 個世界 market 呢，就係人哋會用關稅，呢個就係人哋一定因為俾你試過減緩呢啲供應呢，人哋學精咗。唔會俾你控制晒個市場，因為你係一個不可靠嘅商業伴侶，同埋一個危險嘅對手。呢個係好啦。嗱，我哋仲有就係稀土嘅回收究竟係點呢？電子廢棄物、小型裝置、稀土分散元件好難拆分，因為咧得啲咁多嘅啫。傳統方法係混合粉碎變咗粉。電子廢稀土回收率唔到1%，因為冇考慮到回收個拆解費好貴，回報低。其實咧解嗰個電池啊，嗰啲咁嘅零件咧，嗰個鋰電池咧，好多咧收翻啲貴金屬嘅啫，稀土順便攞出嚟，所以回收率唔到1%。工業品咧體積大，稀土含量高。有經濟性，製造過程廢料成分單純，回收平，可以提高高純度稀土。日本Honda由混合車電池回收稀土80%啊！日本唔使人供應咁滯。廢熒光燈粉回收越南85%。嗱，我哋睇下全球而家嘅稀土回收率唔到1%。主要係來自工業淨物同少量電子垃圾。美歐日推動技術同政策，未來10年可以掉20至25%，即係你去到50萬噸嗰陣時咧，有125000噸係回收翻嚟嘅，撳住你嘅稀土嘅。美國而家回收仲係好低，就會擴大回收硬碟、電動車、國防裝置。技術進展，純度達到99%，可能收1000噸。歐洲少過5%，但係電子廢物回收達到42.5%，因為佢強制性嘅。歐洲係2035年咧，估計供應15%。商業化技術同回收廠驗用，英國已經量產磁體收回再用啦。日本高，本田電池80%，磁體效率領先，自主供應。因為2010年嗰時釣魚台嗰時咧，佢哋杯葛日本，結果日本回收唔需要買，以後都唔需要買。自動拆解、熔鹽電解等，降低對中國依賴至58%。呢個就係好。呢段講到呢度，我終於咧就一次過推出呢兩樣嘢，解決兩大男人之苦，就屙夜尿同埋甩髮。甩髮我就冇份嘅，但係呢隻呢係證明甩髮有效嘅嘢啊！韓國大廠 Form Bio 嘅活髮素，呢個係由韓國酵母、啤酒酵母、黑米、黑豆、黑芝麻、海帶、紫蘇、魚腥藻、綠茶萃取物。最緊要嘅有隻嘢阿努卡蘋果，呢個係好有效嘅。每包咧有4000 mg 嘅天然啤酒酵母，有各種氨基酸維他命群，係可以激活你嘅頭髮毛囊細胞生長嘅。防止脫髮嘅咧就係阿努卡蘋果生物素。呢個咧就係俾2包嚟，因為佢一條咧係4000 mg 嘅，4000 mg 嘅呢個係咁你一盒咧就14條，咁所以食1個月咧就要2盒，咁然後咧就獵戶素啦，保護獵戶素啦，最緊要嗰樣嘢佢獨有嘅就係鋸葉棕櫚月桂酸，加埋其他嘢係保護你嘅獵戶線。你知獵戶液咧係我哋保護啲精子噶嘛，係咪？同埋咧我哋啲老年男人咧，應該老年男人啲獵戶素永遠肥大嘅。咁成日都有夜尿，食咗呢個咧就冇夜尿。成個 combination 一盒
獵戶素食1個月，活髮素2盒，原價676蚊，嗱俾大家食1個月405蚊，6折嚟嘅呢個係，你一買咁就解決晒你2大痛苦啦嚇。